师傅，您可真是及时雨。那日要不是您突然降临，那我就……他就要收拾东西回扬州，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了。师傅，请受我一拜。哎，不必多礼。师傅，我还有一事想要问您。您是从前线边城来，冰燕姐姐的近况是否安好？冰燕她托我把这水晶燕送给你，却把原部区聘你的碧玉剑留了下来。她错嫁到荆州之后的近况嘛，便不言自明。如此甚好。歪打正着，各有其主，这就叫鱼配鱼，虾配虾。怎么不接着说了？这下一句是乌龟配王八。哎，你这小子！哎，师傅，好了，不闹，我跟你们二位说些正经事。好在是京城连战皆捷，再打好这最后一仗，便可以得胜回朝。只是现在前线药材奇缺，我这次赶回来就是来采购药材的。过几日我就要赶回京城去。前线的条件十分艰苦，不但这药材紧缺，而且居住的环境也十分恶劣。冰燕，一个扬州闺秀，女扮男装挨到今日，不但可以救死扶伤，而且还可以献计立功，实在是令人钦佩啊！真想见见他。师傅，您只需好好休息即可，这药材之事交给我办就好了。购药之事尤为重要，一定要小心行事啊！既是军情大事，定要小心谨慎。师傅，不如您把这清单给我，我这儿倒是有一家妥帖的药铺，老板人也好，药材也齐全，咱们可以去他家采买。好，我这就把清单给你。燕生，您手里拿的是买药清单，剩下需要办理之事，我都写在信中。你马上前往舒大娘的药铺，要季敬堂按照信中所说，火速办理。收好。哦，对了，你日后一定要多多留意，有没有人在后面跟着你。如果有人跟着，你就在街上瞎溜几圈，把他甩掉。哎，还有这个，这是师傅带回来的西域葡萄，你的嫂嫂偏要给你这个好妹妹留着尝尝鲜呢。燕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快来帮我！给我的。
敬堂兄会见，无师归来，其身为戍边郎中，需为战事伤员筹买药材，此事事关重大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也是给我的。真香。开始吧。敬堂，哎，娘，你们俩这忙活什么呢？齐三公子让燕生送过来一封信，说是让咱们替他速备一批药材。要这么多啊？您看，这批药材是要送到边城给杀敌将士们用的。敬堂，哎，这药材是谁写的？不知道，听燕生说，好像是一位郎中写的。那你快问他，这个郎中叫什么名字啊？燕生，这封信是谁写的？哎呀，我又看不懂，你就告诉我这个药方是谁写的？啊？娘，你怎么了？娘，你说话呀，娘！敬堂，你知道刘若谦是谁？我的夫君，你的干爹呀！真的？但是，会不会是同名的呢？没错，就是他。燕生，你快带我找他去。休战，快走！哎，客官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这儿吗？舒大娘。哦，我师父他上街办事去了。舒大娘是找我师父有什么事吗？我。舒大娘，您是师父的？我是你师父的发妻。啊？三少爷，我问你，你师父的大名是不是叫刘若谦？是。河南洛阳人。是。今年41，属猴的，对不对？是。哎呀，那没错，就是他。我们俩打小就认识，我父亲是开药店的，收了个孤儿徒弟，就是你师父。我们俩从小一直玩到大。哎，我知道这个叫青梅配竹马。我也不怕你们三位笑话，这也算是天生有缘。我8岁就看上他，
18岁就同他圆房，都到了这个年纪了，我还得踏破铁鞋东跑西颠，满世界去找他。哎，你们说，他算不算是个冤家？是，这师傅也不往家里去封信。他原来出去也是有出有归有信，这不他一出去2年，我等得心焦。你说年轻那会儿性格温和，这上了点岁数了，脾气就暴躁了些，我就狠狠斥责他为何不回家，这怎么家里就不如外边了？这不把人给吓跑了。这有的时候啊，越亲的人说出的话才更伤人。您到底说了什么话把师傅吓跑了？就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你有种，就别踏进我舒家大门！这舒大娘严重吗？也难怪师傅他不回去。可不是嘛！你说我当时说的时候也是无心的，这不是吵架了，这个床头吵了，床尾就和了吗？谁想到一句话就把人给伤了。那大娘，您都知道是您错了，那道歉去不就行了吗？是啊，我知道错在我，这不才满世界寻他吗？这不寻了许久，没想到他成你师傅了。哦，那师娘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快免礼，使不得使不得。哦，对了，师娘，这次师傅从京城回来置办药材，是为了办救治边城伤员们的大事，所以一切费用由我来承担。还请师娘先回药铺去，和建堂兄弟一起备好药材。我保证，师傅回来之后，定能与师娘团圆。好。燕生，你先回京邮局等师傅回来，回来之后立马带来见我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那徒儿就不远送了。哎，这舒大娘还真是个泼辣直爽的性格呀。李小姐，你日后不会成个李大娘吧？那倒是不会，我呀，只会变成一只大老虎，然后把你吃掉。哦，那我这齐三少爷还真是可怜啊，要被个虎儿叼走了。那你就来吧。哦，燕生，找我有事。啊，好，走，好，走。什么事这么着急啊？哎，师傅，玉湖姑娘，天磊，什么事？师傅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药店老板啊，亲自上门备药，说缺了2种药，想用另外的2种代替。我们想等着您回来，让您来做裁断。哦，这是哪2味药材？缺了呀，缺了那个熟地啊、当归啊之类的。当归？这当归是最常见的药材，怎么会少？他说是有当归的。哦，啊，对，当归。哦，师傅，你有所不知，这药店老板呢是我们家的至亲，为人爽直，急公好义。他一听说啊是给边城将士们的急需之药，便把生意都停了，与儿子一起将药备好，分文不收呢。这生意人能有此等心怀，实属不易。我这就去一趟。好，叶生，快带师傅去。
静堂啊，哎，娘，他们怎么还不来啊？哎，娘，你就放心吧，准备了这么多药呢，干爹肯定会来的啊。啊，哎，静堂，我刚才跟你说的话，你可全部都记住了啊。哎呀，娘，您就放心吧，今天啊，我一定让您和干爹团圆。哎，好好好。来了，干娘这次可全靠你了。知道了。哎，燕生，悬壶济世。您就是来自边城的刘先生。啊，在下刘若谦。我叫季敬堂，是这家店的伙计。哦。你家店主呢？啊，店主方才一直在这等候您，但实在不巧，他因为一点急事被请了出去。您稍等片刻，他马上回来。好。你先忙。我先忙。刚刚是什么声音？你们家不会有老鼠吧？你才是老鼠。对了，先生，听说您是河南洛阳人。是。我们家老板也是洛阳人，据他说，他是您儿时的玩伴。哦。你家老板尊姓大名？他姓佘，叫佘宇。姓佘啊，还真是记不起来了呢。想不起来，就给我好好想想。快去忙吧。哎。你练字几年了？啊，4年了。触笔灵秀，后生可畏。你家老板怎么还没回来啊？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？哎，确实。哎，不瞒您说呀，昨天还起冲突了。什么冲突？昨夜老板跟老板娘吵架，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但是你一句我一句，两个人互相都上了火头。我们老板娘呢也是个倔脾气，老板呢又说了一些火上添油的话，这下糟了。于是呢，老板娘就摔门而出，老板呢也就急了，但是他怕耽误您的大事，所以说咬着牙帮你准备了这批货，于是才匆匆的去找老板娘的。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不回来就不回来呗，何必去找呢？你还小，你懂什么？虽然说夫妻之间没有隔夜的仇，但是又说了过头的话。他不去找，另外一个又怎么下台阶呢？没良心的！我给你台阶，你下吗？哦，对了，老板临走之前给了我一件东西，说只要将它交给你，就知道有当归了。当归。你家老板到底是谁？佘宇，
书也。若谦，我找的好苦啊！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呀你？孩儿敬堂，拜见干爹。啊，免礼免礼。干爹，你看这葡萄是你从边城带回来的，几经周转，还是送到了娘手里。若谦，我决定了，以后啊，你上哪儿我上哪儿，咱俩再也不分开了。秀云，你放心，后天我把药材送到边城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后天？你一天都不能多待？主要是前线呢，还有很多伤员等着我去救治。你不放心这个，不放心那个，你怎么那么放心我呀？你去悬壶济世，我不反对，但你也不能把我丢在一旁不管不顾呀。你呀，刚好了那么一小会儿，就开始唠唠叨叨，没完没了啊！我唠叨，还不是因为挂念你吗？我知道你是在乎我。快点，快走！帮我看一下，忍住啊！怎么样了？哎，杜宾，止血药还有没有了？止血药都用完了啊，这可怎么办？不马上止血的话，这位将士的命可就难保了。我想到了，我师父之前指着山上的黄杨草跟我说，此草虽有一定毒性，但是关键时刻可以救人性命。啊，此时此刻的黄草就是救命的良药啊！我马上士兵去采。不用了，我认得，我去吧。好，哎，你小心点儿，快压住！我找到了。啊，找到了！好，
找到了。这附近一定还有，我们分头去找。好，好。怎么了，杜医生？杜医生，杜医生！兄弟，忍住，有了这个就有救了，就有救了。多亏了杜医师，连夜上山采的呀。先生，听说杜宾受伤了，怎么搞的？哎呀，为了抢救伤员，他连夜上山采药，给摔伤了，严不严重？哦，幸亏是外伤，皮肉受点苦。不过这孩子是真倔呀，硬是不让人碰，他自己回去包扎了。来了。杜宾，杜宾，怎么样了？评委，还疼吗？我都好多了。你也真是的，半夜私自上山，为什么不跟我说，让我陪你一起啊？来不及了，救人要紧啊！行吧，哎，跟你说个好消息，入虎学探敌情的那个小兄弟得救了。真的？当然了，这也多亏了你，及时上山采药，又立了一大功啊。这仗是大家打的，人也是大家救的，什么功不功的？反正你就是功不可没，我要找大哥帮你请功。干嘛？大哥来了，还有人跟我请功呢。对，大队人马还在外面呢，快去。是，杜宾，那我先走了。啊。来，先坐下。哪受伤了？给我看看。没事。给我看看。还疼吗？你上山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？昨晚情况紧急，救人要紧吗？让你受苦了，但真没想到，你居然还是扬州的富家小姐。其实，离开扬州，换个环境也挺好的。自从我来了军营，我才知道，这个世界有这么大，我能做的事情有这么多。现在，我都没有刚来的时候那么想家了。你一个女儿家，漂泊在外，思乡心切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冰妍，我想先送你回将军府。不，那我会被闷死的。那我先派人把你送回扬州。也不要，这边城胜利在望，我要和你一同凯旋南下。但你一个女儿家在军营里，女扮男装太不方便了。这倒是，我在军营中确实是有诸多不便。这样，明年我把军营里的告示牌给撤了。万万不可！你皇命在身，重任在肩，就不必为我多操心了。我呢，会趁着养伤之机，好好的想个主意的。
好吧，但你以后必须在我的视线范围内。兄弟们，我们入驻边城，与敌交战，屡战屡胜。一靠兄弟们勇猛善战，二靠本军纪律严明。军纪第6条规定，女子不得擅入军营。可是最近，竟有大胆女子混入军营。女子！大哥，咱这没什么女子。这个女子不是别人，正是本将从扬州娶到荆州的新夫人。带上来。杜宾，大哥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别怕。杜宾，按照军规，女子私入军营，斩！且慢！如此处置，我觉得不妥。为何不妥？她既然是将军夫人，那便不是混入军营的闲杂女子。况且，自从她入军营以来，献巧计，救伤员。大哥，就连你身上的剑伤都是人家日夜操劳、精心呵护之后才照顾好的。你这二话不说就把人家给……反正我觉得不公平。对，不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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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国有国法，军有军规，不依规矩，难成方圆。她虽然是我尚未谋面的夫人，可她犯了我制定的军规，我袁不屈，赏罚分明。将军，您就饶了杜军医吧。对啊，将军，您就饶了杜军医吧。本将军的夫人犯了军规，本将军难辞其咎，纵容亲眷之罪，也该罚。来人，袁不屈，军棍100。将军不可。你是我的夫人，我们本就是一体，我怎么能让你独自承受？打！将军，动手！得罪了，将军。春风绵绵，拂一叶扁舟轻轻。雨打芭蕉，不及耳边的叮咛。一座城，一声情，一曲相思锁一心。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。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，花瓣飘零，是你满天深情。夜雨无声人有情，不负真心不负雨，不负人间已不红。
将军，老朽乃义军之军师，最是遵守军纪。且听老朽一言：当年三国曹丞相有马踏青苗必须斩首之禁令，可偏偏又是丞相的马匹践踏了青苗。为了严守军纪，丞相要自刎谢罪。如果不执法，丞相又不允。后来，众军师请命，要丞相割发代首，以示谢罪。对，割发代首。不知者无罪。将军的牵连之责已然执行，此事就罢了。将军无罪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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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，好，今日我就效仿三国曹孟德。将军！